云南地区惊现无腿兽，性情凶猛却极度濒危，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众所周知，《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人们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兽，因此这本书被人们认为带有一定的玄幻色彩。然而，在我国的云南地区，却出现了一种十分神奇的物种。这种动物的特点与《山海经》中记载的一种鸣尾类的动物十分相似。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2021年的年底，南滚河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时，无意间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也就是根本所说的无腿兽。无腿兽的学名叫做熊狸，它们浑身毛发呈黑色，眼睛在夜晚显得又圆又亮。不过视频中拍摄到的动物是用4条腿走路的，为何却会被称为无腿兽呢？实际上，无腿兽并不是说它们拥有了5条腿，而是说它们的尾巴特别长，并且具有缠绕、抓握等功能，甚至能够帮助它们倒挂在树枝上，而且还能够帮助它们向上攀爬。由于尾巴的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因此也被称为熊狸的第5条腿。除此之外，熊狸的尾巴还有着表达情绪的作用，当它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不停地摇晃尾巴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仅如此，熊狸除了尾巴十分特殊之外，它们的脚踝也十分灵活，甚至能够旋转180度。进化出这种特点也是为了能够让它们更好地保持平衡。值得一提的是，熊狸虽然四肢比较短粗，但是它们的爪子却十分锋利，能够帮助它们牢牢地固定在树上。虽然攀爬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却十分稳固。除了四肢和尾巴之外，熊狸还有哪些特殊之处呢？其实熊狸被人们当成《山海经》中记载的生物，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被称为无腿兽，而是因为在它们身上有着一个十分罕见的特点。既然如此，那么熊狸究竟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都知道，自然界中的生物都有着雌雄2种性别。一般来说，根据身体生殖器官的不同，我们能够很轻易地分辨出生物的性别。但是熊狸却十分特殊，无论是哪一种性别的熊狸，它们都没有很明显的特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因为在雌性熊里长着与雄性十分相似的生殖器，所以人们想要通过外表来分辨它们的性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成年的雌性熊狸体型会比雄性大一些，因此人们通常都从体型来分辨它们的性别。除此之外，熊狸还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在它们的生殖器旁边有一个能够散发出气味的腺体，每当它们给自己的地盘做标记的时候，腺体就会出现一种化学反应工程，人们将其称之为美拉德反应。而这种反应常常出现爆米花的制作过程中，因此熊狸腺体中散发出的气味就会与我们平时所吃的爆米花十分相似，所以熊狸还被人们称为行走的爆米花。熊狸如此特殊的物种，为何如今面临着濒危的局面？至今为止，熊狸的数量已经不足200只，可以说是随时面临着灭绝的风险。既然如此，那么造成熊狸生存现状如此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俗话说虎毒不饲子，但是熊狸却不这么认为。人们在观察中发现，熊狸有着伤害自己幼崽的行为，甚至还会将其当成食物吃掉，并且熊狸的幼崽成活率本身就不算高，这样一来就对它们的成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过人们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熊狸都会出现这种行为，其中大部分将幼崽当成食物的熊狸都长期处于圈养的环境下，对它们的内心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它们才会做出这样极端的行为。由于熊狸在以前的时候经常被人们当成宠物饲养，并且在捕捉的时候只需要用强光刺激它们的眼睛，熊狸就会瞬间失去反抗能力，所以很多熊狸都被人们带回家圈养起来，从而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而那些在野外自由生活的熊狸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人类的圈养看似是在保护它们，其实对它们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除此之外，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同样也对熊狸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所以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熊狸的数量越来越少，甚至面临着濒危的局面，所以对它们进行系统的保护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本期视频到衣服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曲普文新征稿了。